星際時代，我明明是最後一個神，卻假裝普通人。他們不知道我揮手就能改寫法則，他們更不知道我的信仰之力正在悄然復甦。在這個異能滿天飛的世界，我明明擁有言出法隨的能力，卻偏偏選擇成為一個普通人，因為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神，需要信仰才能發揮神力。可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星際時代，人們早已不信仰神明，我自然就沒了用武之地。直到我收到了來自聯邦大學的入學邀請函。舒妍女士，恭喜你獲得了聯邦大學的邀請函，我們想邀請你来聯邦大學深造1年，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有空，我們將會派專車去接你。可我並沒有因為獲得這份邀請函而有半分喜悅，可以拒絕嗎？我語氣認真，並不是在開玩笑。獲得邀請函，你可以在最高學府深造1年，還可以獲得50萬星際幣，為什麼會選擇拒絕？劉峰把好處全部攤牌了，希望我可以改變主意。可我的能力等級只有雙 C， 你可以發給更有需要的人。劉峰難得的沉默了一瞬，他在震驚，這次邀請函選擇的人竟然只有最普通的雙 C 等級。邀請函一旦確定人選就不能更改。劉峰很快就反應過來，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要不要再考慮考慮？李剛顯然也驚訝，我竟然會拒絕邀請，但他想到我的性格又表示理解。從這段時間的相處來看，我似乎很滿意如今的生活，並且樂在其中。真的不去嗎？李剛突然小聲插了一句，聯邦大學有最好喝的蜂蜜水，我對蜂蜜水的熱愛，李剛看在眼裡，也許通過這一點可以勸動我。新環的聲音效果非常好，劉峰幾乎是第一時間就聽出了李剛的聲音，畢竟他目前帶的就是大2學生的課程，李剛作為大2副主席和他的接觸最多。劉峰立刻反應過來，接着李剛的話說，聯邦大學有最優質的蜂蜜園，免費供給聯邦大學的學生，蜂蜜想喝多少喝多少。我確實很喜歡蜂蜜水，只是網上的蜂蜜限購且雜質很多。好，我答應了。劉峰鬆了口氣，那我明日開車去接你。邀請者一旦公布，還是越早接過來越好。可以。掛斷電話後，劉峰給李剛發送一條消息，讓他明天和我一起坐專車回去，順便帶他去報道聯邦大學中關於這次的受邀者只是雙 C 等級的消息，傳遍了整個校內論壇。在現如今，人類精神力和體質都被劃分為 SBC 3個等級，異能等級被劃分為甲乙丙丁戊5個等級。雙 D 等級者體弱精神力弱，壽命只有普通人的一半。雙 C 等级者則是聯邦大部分子民的能力等級，基本都無法覺醒異能。異能一般是等級在單 B 級及以上等級的人才會覺醒的，而能考進聯邦大學的，就連文類專業都高達雙 A 級。往年的受邀者等級再差，也是單 B 級的，今年卻直接爆冷，來了個雙 C 級的。聯邦大學的學生們甚至懷疑我究竟能不能挺過接下來為期1個月的恐怖訓練。在聯邦大學的學生激烈討論今年的邀請者時，邀請者本人卻遇到了一些麻煩。在一次空間躍遷後，3艘裝備堪比軍用的星艦包圍了小小的護送星艦，我們被星道盯上了。護送人葉撤掉星艦4周的鋼板，露出檢測屏，望向外面那3艘星艦。整個護送星艦加上我，一共就只有4個人，一個駕駛員，一個護送者葉，還有陪護的李剛和受邀者本人。我能打的只有葉。一個護送艦內部的喇叭發出滋滋的電流聲，又很快恢復正常。星道篡改了護送星艦的部分数据，連接上廣播。男人慵懶的聲音從廣播中傳出：留下邀請者，可以饒你們不死。來的星道團是赫赫有名的白晝，一個团隊裡全是双 S 等級，擁有甲級異能的星道团，令帝國和聯邦2大國度都頭疼的存在。葉並沒有慌亂，他按下手腕上的緊急求救按鈕，可在下一刻，他就聽到廣播裡的男人突然笑出聲。這裡的信號已經全部被我屏蔽了，叫人就不要想了。幾乎是他說完的，下一瞬間，葉就冷冷地盯上了內部攝像頭。這艘護送星艦有一半的控制權被白晝的人控制了，包括這個攝像頭。反應還不算慢嗎？男人敲擊桌子的聲音傳了過來，噠噠聲，活像是死神揮下鐮刀。葉很高，目測將近2米，他站起身，擋在我和李剛身前，手中的回形鏢直接破壞了星艦的攝像頭，從源頭上阻斷了白晝繼續監視的舉動。葉，別那麼激動。男人無奈地嘆息一聲，我只是想要邀請者來我這裡玩2天。葉收起回形鏢，低頭戴上護腕，為隨時可能會發生的戰鬥做準備。邀請者對聯邦很重要，你清楚的。在他們對峙時，我能感覺到李剛身上散發出的害怕。我遵從本能地撫摸了一下李剛的頭，溫和的力量從我身上傾瀉下來，無聲無息地包裹住李剛。我平靜的嗓音雖然少了神力加持，卻依舊能夠多多少少影響到身側的人。別害怕，一切都會過去。這句話就像是充滿了魔力，將李剛從年幼的恐懼中拉出來。他變得堅定，握住我的手腕，反過來安慰我：你放心，我拼死也會將你安全送到主星。每一個在聯邦大學和星際大學上學的學生都學過一條秘密小規，無條件幫助邀請者。駕駛星艦的人急匆匆跑過來，神色慌張，星艦的控制權被剝奪了。葉並沒有意外，他揉了揉手腕，一雙深藍色的眸子如海水一樣冰冷。知道了。駕
駕駛者自知幫不上忙，躲到了一個角落裡，企圖遠離危險的中心。新建外門被打開，然後內門也被打開，一共進來6個人。為首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色休閒服，手腕上綁着一條黑色皮帶，有着像海水一樣的深藍色眼睛。這裡的空間不大，人也不多，藍很快就將目光鎖在了我身上，像是頭狼鎖定了獵物一般，充滿了不可名狀的危險。這就是今年的邀請者呀，雙 C 等級者。藍解開手腕上的黑色皮帶，甩了一下，原本還充滿柔韌性的皮帶瞬間繃直，露出鋒利的刀尖。這是他常用的武器，畢竟在新界內不適合用熱武器，顯然冷兵器更合適對抗。我能很清楚地感覺到這個叫藍的人對我的興趣。我皺起眉頭，從袖子中拿出一把扇子，扇子的扇柄是用白玉做的，扇面是用团锦做的，上面绣着山河圖。叶，你攔不住我的。藍笑着望向葉，一舉一動中都帶着勢在必得。葉顯然清楚，以現在的局勢，他根本阻攔不住對方。帶走邀請者對你沒有任何好處，還會招來聯邦的全面攻擊。葉覺醒的是攻擊類的異能，可他也只能牽制住一個，攔不住這麼多甲級異能者同時存在。葉幾乎沒有勝利的機會，甚至於葉已經做好了這次任務失敗赴死的準備。誰說沒好處？藍嗤笑一聲，眼中帶着來自上位者的散漫和對弱者的漠視。邀請者可是聯邦炙手可熱的人物呢，在他們交談時，誰都沒有過多在意我，畢竟報告中的雙 C 等級讓他們判定我沒有任何危險性，這可是一個連異能都無法覺醒的等級呢。我站在李剛身後，打開手中折扇，湊到李剛耳邊小聲問他：你的異能是什麼？守護類以及全面防禦性異能，會隨着訓練而不斷提升等級。李剛能在大2時就達到乙級，已經算實力強悍的了。饒是如此，他也對付不了對面哪怕一個人。甲級和乙級之間有着一個巨大的難以跨越的鴻溝。平平無奇的扇子被我拿在手裡，隨意的扇了一下。我從李剛身後站出來，走到和葉平齊的位置，看向对面的藍和他的隊友。你想要通過我得到什么？又或者只是單純好奇邀請者的存在？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我想邀請你加入白晝。虽然你看起來只是個普通人，但邀請函能選中你，說明你肯定有過人之處。也許我被邀請函選中，只是因為幸運呢。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憑借一封邀請函，而如此篤定被邀請函選中的人都是有過人之處的，從來沒有例外。藍拿出一顆白色的星星，想要加入嗎？聯邦能給你的，白晝都能給你，甚至更多。我垂眸看着藍手中的白色星星，眉頭微皺。這顆星星散發的光芒好熟悉，像是某位友人的氣息。看着我承諾的時間過長，藍漸漸露出一個微笑，像是一個引人犯罪、墜入深淵的惡魔。不可能！靜謐的空間被一道急切的女聲打破。李剛3、2步上前，握住我的手腕，一臉認真地看向我。白晝沒有好喝的蜂蜜水。我從遠古的回憶中清醒過來，和李剛認真地點點頭。謝謝提醒，我不會去白晝的。藍的笑容僵住，他不可置信地看向剛剛似乎動搖的我。你不願意？因為蜂蜜水這個理由太過於離譜。藍不敢相信。我望向藍，看着他手心的白色星星。這星星你是從哪裡得來的？你加入我就告訴你。藍依舊沒有死心。那算了，我不想知道了。在我並沒有想要跟他走的意向時，藍遺憾地收起手中的白色星星。那就只能綁你走了。藍看向身後，一直默默站着的5個人，漠然地坐在了側邊的椅子上。明明他是坐在那裡，可周身縈繞的氣勢卻令人難以忽視。藍的隊友立刻會意，打算動手。葉和李剛都警惕地看着這5人，一副拼死一戰的模樣。我沒有給他們動手的機會，手中的白玉扇一展，輕柔地扇了扇，語氣悠悠：我想要去哪，只有我自己能決定。我雖然封印了神格，可對付這些人並不在話下。對面5人僵硬地站在那裡，神色驚恐地看向我，他們動不了了。藍顯然也發現了這個異常，他抬眸，神色凜冽地看向我，卻沒有任何多餘的舉動，甚至於連一個音節都發不出來。他也被控制了。意識到這點後，葉和李剛雙雙扭頭看向神色平淡的我。縱使是異能等級到達甲級的葉，也只能對付一個藍，可我卻直接控制住了6個異能等級在甲級的人。李剛簡直瞪得眼睛像銅鈴一樣圓。這誰做的檢測報告？這能是雙 C 等級且未檢測出異能的人能做到的嗎？那檢測機器壞了吧？我合上手中折扇，手腕一轉，這些人都乖乖地轉身，朝着新建大門的方向走去。我淡然下令，讓他們從這裡離開，回到屬於他們的新建之中。我不想去白晝，沒有人可以勉強我。我的話音落下，這些人已經被迫退出這艘新建，回到屬於他們的新建之中。我去！李剛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他覺得今天發生的一切都很夢幻。先是看到了白晝的核心成員，又看到我憑一己之力幹翻他們，最開掛的電影都不敢這麼拍。葉神色複雜地看向我，你的精神力和體質等級究竟是多少？我所展現的實力和檢測報告上的嚴重不符。雙 C， 我將折扇收到袖子中，如假包換。你有異能，也知道有些雙 C 級也能覺醒異能，但都沒有你的逆天，也從沒見過任何一個甲級異能者能一人同時對抗6個甲級，且毫髮無傷，甚至於葉感覺我根本就沒有發揮出全部實力。我搖搖頭，剛剛不是異能，人類的異能評判標準和檢測機器是檢測不出我有異能的。葉的直覺告訴他，我並沒有撒謊，可是剛剛那些畫面又告訴葉，我確實對他們做了什麼，甚至悄無聲息地控制住了他。我有這個，我拿出剛剛收起來的折扇，靠着這把折扇能暫時擁有一些能
能力。停頓了下，我又加上一句，不過这把折扇只有在我手上才会有这种作用。這一次我說謊了，這只是把普普通通的折扇，但似乎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說服眼前的人。也沉默了，他看着我手上的折扇，停頓了幾秒就挪開了視線。我需要把剛剛發生的事情全部匯報給上級。葉強調一句，全部。作為聯邦軍部的人，他不會對剛剛發生的事情有任何隱瞞。你匯報吧，我沒有任何異議。葉更加沉默了。躲在角落裡的駕駛員因為躲過一劫而鬆了口氣，他回到自己的位置，繼續駕駛星艦。那藏在口袋裡的攝像頭被他關閉，悄然發送給某一個人。我還沒抵達主星，關於我們在星艦上發生的特別事件已經被聯邦政府高層知曉了，因為攝像頭毀壞而看不到視頻記錄，只能聽葉的文字描述。在場的人有聯邦大學的校長鄭錚等舒言同學到聯邦大學報道，我們會進行2次全面檢測的。鄭錚看向坐在主位上的明淵上將，明淵上將點頭，好好培養他。如果葉說的是真的，那舒言就可以被稱為特殊的精神類異能者，可以彌補聯邦目前精神異能者嚴重空缺的問題，甚至成為像帝國元首雲修那樣的存在也說不定。鄭錚清楚明淵的意思，也清楚聯邦目前的最大短板，可也不要抱有太大希望，畢竟那孩子終究只有雙 C 級體質和精神力，本體根本不可能承載甲級異能。說完後，明淵掃視了眾人一眼，然後語氣平淡地開口：“散會吧。”葉護送我和李剛抵達聯邦大學後，就匆匆離開，去軍部接下一項任務了。我站在聯邦大學校門前，望着兩側放着的石獅子，沉默不語。從這2個石獅子身上，我感應到了故人的氣息。不自覺地，我走到了石獅子前，手掌放在石獅子的頭上，溫和的力量從石獅子的四周聚集在我的手心，像是在打招呼。確實是他的氣息。我睜開眼眸，收回手。怎麼了？李剛察覺到我的舉動，走到我身邊，又疑惑不解地看着這個屹立多年的石獅子，沒有弄明白2個普通的石獅子是有什麼問題嗎？沒什麼。我微微搖頭，目光卻一直看着這個石獅子，只是覺得這獅子做得很好看。說到這裡，李剛就立刻打開了話匣子，這可是聯邦的王親手做的。聯邦大學是王一手建立，甚至曾經還親自擔任了3年校長。石獅子就是在這3年的空閒時光裡雕刻出來的，只是後來需要他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才不得不卸下這份重擔。李剛訴說着這2個石獅子的來歷，每一任校長都很寶貝這2隻獅子，每天親自來擦拭，說這是鎮校之寶，很有用的。王，我蹙眉，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這3年瀏覽的新聞裡，從沒有任何一條新聞提及過這個詞和這個人。李剛想到了歷史書上對他的介紹，是聯邦沉睡多年的王，也是精神類最厲害的異能者，沒有任何一位聯邦子民不仰慕尊崇他。他是聯邦的信仰，就像雲修是帝國的信仰一樣。雲修這個名字我了解過，星際帝國的元首就叫雲修，是一位能力很高的精神類異能者，被帝國視為神一樣的存在。那位王叫什麼名字？如果真是那位故人，他應該不會更改自己的姓名。我不知道。李剛眨了眨眼，對上我的視線，無奈地聳聳肩。聯邦所有子民都稱呼他為王，除了如今的幾位掌權者，無人知曉他的名諱。我很平淡地點頭，收回視線。走吧，我們進去。好，李剛立刻拉着我，興致沖沖地往學校裡走。此時，校長鄭錚和暫在招生辦一職的劉峰正在檢測室裡等着我。關於李剛和我在來的路上遇到星道白晝的事，劉峰都聽李剛說過了。他拿着那瓶蜂蜜，忍不住有些激動。擁有這樣能力的人，他不相信精神力和體質都只達到了 C 級。鄭錚在沉默中突然冒出一句：“劉峰，無論結果如何，都不要給這個孩子壓力。”一旁正暗暗計劃該怎麼培養這顆冉冉新星的劉峰，突然被這句話整懵了，總覺得校長話裡有話，但他沒有追問，只是回答道：“如果他真的只有雙 C 級，我會把握訓練方式。”劉峰做出保證，可心底的期待卻一點沒減少。在他們交談完不久，我和李剛也已經到了。劉峰溫柔地和我們打個招呼，然後先帶着我去做全方位的測驗。這個測驗並不會費很長時間，出結果也十分快。當劉峰拿到檢測結果的那一刻，他整個人都僵硬地站在那，甚至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C 級精神力， C 級體質，無任何異能，一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檢測結果。這3項數據的檢測結果打了劉峰一個措手不及。他原本還在猜測是不是3級星球的那套檢測設備出了什麼故障，才檢測出這麼離譜的結果。可如今用目前最精密的儀器測出來的結果，卻和最開始他拿到的那個一模一樣。可是怎麼可能呢？一個能同時控制6個甲級異能者的人，怎麼會沒有異能？難道真的只是因為那一把神奇的扇子？劉峰沉默着，把檢測報告上傳到鄭錚的心環上。相比較劉峰的難以置信，鄭錚沒有表露出任何意外。他平靜地看完後，目光溫和地看向我：“歡迎你加入聯邦大學，你想學什麼專業？”聯邦大學最王牌的專業都和對抗蟲族息息相關。對於選專業，我早就有意向。我想選機甲製造系。機甲製造系是為了給各種異能者設計適合他們的輔助武器而設立的。擔任戰場上的維修師和機甲設計師是戰場上最有力的輔助。李剛因為異能是防禦類型的，選的也是這個專業。這個專業不錯。鄭錚扭頭看向劉峰：“你幫他辦理一下入學手續。”好。
劉峰拋棄所有的複雜情緒，給我錄入所有信息，把學生芯片裝載到我的心環中，又把之前從養殖場裡買的3瓶蜂蜜遞給我。作為聯邦的特邀人才，你可以每月都來我這裡領取3瓶蜂蜜。鑑於之前就是靠着蜂蜜將人招攬過來的，劉峰覺得有必要讓眼前的小姑娘不愁蜂蜜水喝。看到滿滿3大瓶蜂蜜，我笑着全部接了過來。謝謝趙老師，來聯邦大學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最起碼解決了我蜂蜜水不夠喝的苦惱。我和李剛離開後，到達了宿舍。這裡的宿舍一般都是2人1間，劉峰給我安排的宿舍在 C 棟211室。整個 C 棟一半住着的是機甲製造系的學生，另一半住着的則是單兵系的學生。這是學校為了磨合2系學生的默契而特意安排的。我這間宿舍的舍友是單兵系3年級生千一。等把我安頓好後，李剛就先回自己寢室收拾東西去了，留下我和千一獨處。千一性格微冷，穿着一身黑色的運動服，在宿舍配備的訓練艙中進行重力訓練，只是和我簡單的打了聲招呼，就接着做自己規定好的訓練。我把帶來的東西一一歸位後，就坐在床邊放置的書桌前，翻看着剛剛被機器人送來的課程書。邀請者身份特殊，只有1年的學習資格，但同時也擁有隨意去4個年級蹭課的自由。我拿着機甲製造系今年從大1到大4的課程表，瀏覽完開設的所有課程後，開始給自己制定課程計劃表。關於機甲製造，我從沒接觸過。看着這份安排的滿滿當當的課程表，我先拿起第1本基礎講解書。這本書大部分都是機甲製造的歷史，實用的信息並不多，但還是讓我發現了一個特別之處。機甲製造系製作武器的方式和我曾經煉製法器用的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為了驗證心中猜想，我又一連翻看了好幾本書。從傍晚到凌晨，我始終坐在書桌前，點着一盞台燈，捧着好幾本書來看。訓練完體能的千一在看到我這麼入神的學習，想了想，還是沒有出聲打擾。千一轉身上床睡覺。距離封閉式訓練只有2天時間了，明天應該就是分班賽了。他要養好精神，在分班賽中取得拿到 S 班訓練的機會。看了一頁書的我，放下手中的書本，眨眨眼睛。未來1年要學習的內容，在昨天晚上已經看了一大半。在我想着要不要隨手用什麼東西做出來一個武器試試看時，安裝在走廊上的警報突然響了。刺耳的警報聲讓躺着的千一立刻坐起身來，用最快的速度往樓下跑去。我不明所以，但能感覺到整棟樓的人都在急速往樓下跑。停頓了一下，我就站起身，跟上人群，用一個不快不慢的速度抵達了集合點。劉峰和另一個教官林碩，一人拿着一個記錄本，站在集合點的位置等着人到齊。劉峰是看到跟着众人跑下來的我，才恍然發現自己的失誤。他忘了告訴我，這2天要進行封閉式訓練的分班比賽了。這個分班比賽，大1到大4的學生都要參加，也包括邀請者。在人到齊後，劉峰就又重複了一遍規則。這2天將舉行分班賽，這場比賽將關乎你們未來1個月要去哪個班訓練。這是一場對你們體能和精神力的選拔，也是給一些學生衝刺的機會。比賽從你們下樓時就已經開始，接下來2天，你們将會被投送到 F 極地等危險星球。這次比賽實行得分制，殺蟲族越多，積分越高。你們可以隨意組隊，既殺蟲族的積分也會相應評分。現在每人領取1份資源包，就跟着我上航艦。從劉峰的這些解釋中，我才了解目前情況。來學校不到1天就要參加比賽啊！我拿到資源包後，李剛走到了我身邊。相比起我，李剛此時精神萎靡，一臉沒睡好的模樣。悠悠，你不困嗎？有法則加持，幾天不睡也不會困的。我緩緩搖頭，還好啊，時間真的很趕啊。對，大2學生很不友好。李剛嘆口氣，看了一圈同為大2精神和他一樣萎靡的同學，心情又好一點點。在航艦上休息一會就好。我揉了揉李剛的頭，將他精神海中出現的灰色區域驅散掉。李剛來了一點精神，拉着我的手腕，走吧，我們去航艦。在航艦的這段時間是留給學生們自由組隊的，畢竟想要更好的擊殺蟲族，單打獨鬥往往沒有小隊行動更加方便。自然也有個別實力很強的會選擇1個人，幾乎每一個小隊都會選擇1位機甲製造系的學生，但沒有一個小隊選擇昨天剛剛報道的我一個雙 C 級能力無異能還沒有系統學習過機甲製造的邀請者，任何一個有衝勁的小隊都不會選擇。一組又一組的小隊落成，剩下的人越來越少，到了最後一共剩下5個人，有3個是喜歡單打獨鬥的，也就是大4的洛澤、大3的千一，還有咋咋呼呼的大1新生孟南雨。除此之外，就是被剩下的我和堅定要跟着我的李剛，還差1個人才能構成小隊。李剛捏着比賽手環，無奈地看向我，我們似乎要單打獨鬥了。不會，我抬眸看向李剛，剛剛趙老師說的是隨意組隊，但是沒有說明不可以不組隊進入比賽。幾乎是在我說完，手環中就有了最新消息，是劉峰發布的臨時組成小隊通知，組建成功，隊員為舒言、李剛、洛澤、千一、孟南雨默認，第1位为隊長。一個擁有3個單兵和2個機甲製造師的隊伍被系統生成，這個隊伍真的算不上多好，即使裡面有3個頂級單兵，畢竟我們沒有治癒系，也沒有偵察追蹤系，更沒有遠程救援系，這意味着我們一旦受傷就會陷入險境。這是一個奇奇怪怪的臨時拼湊出來的組合，可縱使如此，也不可否認這個小隊的實力。收到短信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抬起頭，朝着四處看過去，然後在眾人從疑惑到震驚的目光中湊到了一起。
李剛震驚地看向我，神情恍惚，低聲呢喃：“真的組隊成功了，還匹配到了3屆單兵系的個人王者。”孟南雨高興地和他們打招呼：“你們好啊。”千一本身有點社恐，只是很沉默地點點頭。洛澤則是腼腆地笑了笑，微微颔首。被迫成為隊長的我抬眸看向孟南雨，神色溫和：“你好啊，我覺得咱們這個組能拿第一。”整個小隊裡唯一一個了解全隊所有人真實實力的李剛開心地說着。3位單兵都不約而同地沉默了。我們這一隊有很大的弊端，實力是有的，但是拿第一還真的不好說啊，畢竟大四生也參加，可是我們沒有治癒啊，一旦受了傷就會有被感染的風險。洛澤皺起眉頭，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洛澤可以充當探測員，卻做不了治癒方面的工作。一個小隊裡如果沒有一個治癒類異能者，會受到很多掣肘。孟南雨也在頭疼這個問題，他無奈地聳肩，那就只能在比賽開始多找點醫療包了。比賽場內被投放了很多醫療包，如果找到足夠的醫療包，也許可以彌補這個缺点。在他們交談的時候，我已經看完了 F 級384星球的地圖。我收起地圖，醫療包一共只投放了220個，分布点很廣，治療包只能碰運氣。384星球有80%都是叢林，因為蟲族的侵襲，60%都是沙地，風一吹，醫療包就被埋到沙子裡面去了。這一點，醫療包投放進去和大海撈針差不多，那就只能速戰速決了。孟南雨毫不掩飾自己的血性說道，在被污染值達到上限前，盡可能的殺蟲子。洛澤性格看着很溫吞，可殺起蟲子來像是個殺神，是一個主意，也挺適合我的。千一看向李剛和我，如果這樣，他們會很危險，在擊殺蟲族的時候需要保護隊友，不是有生命威脅。3位单兵在計算戰力的時候，並沒有計算上我們2個，不是有偏見，而是能報考機甲製造系的學生，異能基本上都是輔助性異能，沒有任何攻擊性，更何況我還是一個沒有異能的雙 C 級能力者。在他們打算商討誰來保護我們，誰去殺蟲子的時候，我出了聲，不需要任何人保護。我望向他們，一如既往的溫和，你們按照自己的習慣方式作戰。千一看向我，直接斩殺的話，遇到虫群怎麼辦？如果遇上虫潮，我們可能會顧不上你們。這說的是事實，斬殺一只蟲子，周身沾染的气味就相當於給附近的虫族闢了一個 GPS 定位，1只2只尚且能輕鬆斬殺，那要是一群呢？黑蟲是喜歡單獨行動，可青蟲往往喜歡群體活動，斩殺一只就要承擔好斩殺一群的準備，更何況青虫的唾液具有嚴重腐蚀性，沾染一點就需要治癒異能者来處理才能消除。我們這一隊還沒有治癒的異能者，遇到蟲族自然是來一只殺一只，來一群殺一群。我抬眸，面上依舊掛着溫和的笑容，卻讓人莫名感覺到了不可名狀的殺意，就像是上位者在談論今天的天氣如何，那麼雲淡風輕。千一多看了我2眼，雖然我的笑容很溫和，可千一卻總能感覺到一種透到骨子裡的涼薄，甚至於他在我身上感覺不到屬於人類的任何情緒，恐懼、開心、期待、興奮等等，統統都沒有。就連說起令普通人聞風喪膽、令異能者頭疼的蟲族，我都說得輕描淡寫，卻不是那種胡亂吹噓的感覺，而是仿佛我真的能做到。千一垂下眼睛，默默壓下心裡的這些猜測，打不過怎麼辦啊？孟南雨很興奮這種簡單粗暴的解決方式，但還是要面對一下現實，他們5個人真的各有各的缺點，根本不可能打好配合，是1+1小於2的存在啊，不会打不過的。我語氣溫和，帶着莫名的信服力。航艦中發生的一切都被劉峰和林碩看在眼裡，林碩把我的草率計策聽得清清楚楚，忍不住皺起眉頭，他的決策會讓整隊的人陪他喪命。林碩不明白為什麼劉峰會將指揮的位置交給我，如果說他真的有這個能力護住呢？劉峰盯着屏幕，意味不明的開口，一個能同時控制6個甲級異能者的人，不會害怕這些低級的青蟲和飞蟲，就像他和林碩一樣，可以輕而易舉的一人殺掉一整個青蟲群。他的檢測報告我看過，只有雙 C 級，且無任何異能。林碩並不相信劉峰提出的這个如果，這已經不是一種假設，而是異想天開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干預，不是嗎？劉峰放鬆了一下身體，拍拍林碩的肩膀，這才剛剛開始，往後看。林碩看了他一眼，沉默不語。知道歸知道，可是看到幾個精英門生相信了我的畫面後，他還是忍不住覺得心梗。之前學習的探測和判斷力都白學了，來一隻殺一隻，來一群殺一群，這樣帶着狂妄的言論，他上一次聽到還是在退役之前聽王說的呀。這群人哪來的自信？當航艦飛到 F 級384星球上空，一隊又一隊的人員被投放下去，這個投放的順序是按照組隊的時間順序，組隊越早，投放的越早，越佔據先機。我們自然就是最後一組。這顆星球明明大部分都是沙地，我們卻投放到了一處灌木林中。很倒霉的，我們被隨機投放到了青蟲老巢，如果處理不當，會成為最早被淘汰的成員。幾十隻體型龐大的青蟲在察覺到人類的氣息後，就扭頭看向我們，一雙雙油綠色的複眼密密麻麻的，讓人覺得頭皮發麻。青綠色的身體微動，露出粘稠的粘液，讓人本能的覺得惡心。李剛反應很快，蹲下來用鏟子挖泥巴，用地上的泥巴迅速制作出了5個盾牌，一人發一個。雖然是土做的，但有比沒有好。距離我們最近
近的青蟲聞到了人的氣息，張開大大的口氣，想要直接吞吃。看到這一幕，林碩差點沒忍住，想要出手打死這隻青蟲，但這支隨機組成的隊伍裡已經有人反應過來了。千一拿出一把匕首，在匕首的四周包裹住火焰，直插青虫心臟，火焰燃燒，青蟲倒地不起，龐大的身軀倒地，發出一道很沉悶的聲音。因為青蟲身體死亡而釋放的粘液流淌出來，散發出惡臭。退後，千一立刻伸出手，張開手臂護住隊友，讓他們跟着往後退，避免沾染到這些粘液。三位單兵很快形成一個三角，將另外2位隊友保護在內圈。他們被激怒了，我已經用神識看清楚了這些蟲子分布的範圍。我們如今正在蟲群的正中央，沒有什麼最佳突破口。我拿出折扇，輕輕打開，沒有絲毫驚慌。不斬殺完，我們出不去。同伴的死確實給周圍的青蟲造成了很大的波動。巨大的口氣張開，發出高頻的尖銳叫聲，聽得人耳朵疼。他們開始挪動龐大的身體，朝着我們移動過來。地面因為他們的移動發出地震般的響聲。體型最小的李剛覺得自己也開始隨着這場蟲圍的地震開始亂蹦了。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陣仗，一時也想不出該怎麼辦了。洛澤和孟南雨也紛紛拿出匕首，一個用雷包裹住，一個用冰包裹住，和千一一起進入備戰狀態。因為暫時還沒有收起鋪開的神識，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身邊這些人的精神識海，每一個人的精神識海都是大海一般的藍色，而異能則是藍海中透露着橙色光暈的光團。異能越強，橙色光團就越大，而現在他們都隱約有突破的趨勢。我打開了折扇，又緩緩地合上了。这些青蟲就拜託你們了，我們會保護好自己。如今這局面也確實只能靠他們自己。當一隻青蟲撲過來的時候，千一他們纏鬥起來。我握着折扇在半空中畫出一個圈，一把折扇分成4個虛影，每一個虛影都領命，漂浮在場的其餘4個人頭上，隱隱散發出來的金光無形中將他們籠罩在罩子裡，避免受傷。李剛跟在我身邊，清楚地看到我手中的動作，又一次被驚嘆了。這是什麼神奇的能力？隨後我以自己為中心構建出一個沙陣，沙陣成型的那一刻，我面前浮現出一隻金光虛影的虎頭海雕。普通海雕展翼後有2-3米長，雖然比不上10幾米長的青蟲，戰鬥力卻也驚人。它們四散飛在半空中，時不時地補刀。做完這些，我拉住李剛的手腕，像是一個長者在溫和地看着受驚嚇的孩子。放心，有我在。李剛看着我，心裡的緊張漸漸消散。這些青蟲少說有20-30隻，即使我給他們疊加了防禦和輔助的 buff， 也總會有感覺到疲憊的時候。那些虎頭海雕也一隻隻被青蟲捕殺，消失不見。可放眼望去，還有10幾隻青蟲在虎視眈眈地盯着我們。從看到我拿着折扇分出虛影就站起身的林碩，看到這裡時神色很複雜。林碩是聯邦的特級單兵，也是當年追隨王四處征戰的一批人。他再清楚，不過當年王以1敵100無人可媲美的戰鬥力，而這種類似的戰鬥方式，他在今天又一次的看到了，只不過是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劉峰也是第一次真實見到我動手，神色複雜。這麼強的一個人，為什麼會被機器檢測不出來異能啊？如果他現在去問林碩，林碩會給他答案。當年機器檢測對王也不管用的，我的戰鬥方式也和王如出一轍。劉峰暫時不能讓任何一個軍方的人知道他的能力。林碩神色嚴肅，一定要保護好他。劉峰從夢神中抽離出來，他扭頭看向林碩，你在擔心軍方給這孩子太大的壓力？劉峰猜不透身邊同伴的心思，如果他的能力被軍方知道，軍方會將所有的希望全部壓在他身上。林碩扭頭看向劉峰，神色認真，顯然是知道些什麼。劉峰想到林碩退役前的上將身份，忍不住直起身。他沉默半晌，又緩緩靠在身後的椅子上。等分班賽結束，我會和他談一談適當的收斂，可以有效地保護前期弱小的自己。只是他們都不知道，這已經是我封印了大半力量，又刻意收着攻擊力的結果。畫面中，千一氣喘吁吁地站在那裡，圍繞在匕首四周的火焰一閃一閃的，抬起手臂都顯得費勁。其他2個人也同樣很累，站在那裡喘着粗氣，手臂顫抖。綠色的青蟲蠕動，一點一點地挪移過來。他們3個凝聚成三角，防備地看着四周，甚至於已經開始在心裡計算，剛剛殺的這些蟲子夠他們去哪個班訓練。我看着他們已經快要筋疲力盡了，手中的扇子終於展開，從我的手中飛了出去。折扇的四周都被鋒刃包裹，所到之處沒有一隻青蟲生還。一群令人頭皮發麻的青蟲，在令人不可思議的時間裡全部被解決掉了。這樣的變故令在場所有人都愣住，除了李剛，其他3個人都意外并且震驚地看向我。一開始我給他們套上防禦罩，還召喚出一群飛禽幫他們，就已經令人震驚了。可是剛剛他們看到了什麼？一眨眼，這些青蟲全部倒地。這是什麼戰鬥力？論壇上說好的雙 C 級嗎？說好的沒有任何異能呢？如果雙 C 級是這種能力，那他們又能被稱之為什麼？我收回折扇，給了他們1人1顆糖，吃顆糖補充體力。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神識鋪開，向南走3里有一個山洞，去那裡休息一下。
不出意外，他們都該突破了，還是找個安全的地方休養比較好。幾人走了10幾分鐘，找到了我說的那個山洞。山洞很大，容納我們幾個人完全不是問題。孟南雨和洛澤去周圍撿了一些樹枝回來，先生上火。原本還黑黝黝的山洞，此時被燃起的火堆照亮。到這個時候，他們總算能夠休息一會，因為他們殺青蟲的時候有我的保護照護着，身上沒有任何傷口，也省了着急去找醫療包的事情。孟南雨拿起2根樹枝丟到火堆中，忍不住感嘆：毫髮無傷地從青蟲群裡出來，真的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孟南雨又抬頭看向我，心裡默默想着，果然聯邦大學發邀請函的人眼光是真的很準，從來沒有讓人失望過。本來以為今年是歷屆拿到邀請函中最弱的一個，沒想到竟然是最強的。不過流傳在學校論壇的雙 C 體能和无异能是怎麼回事？有人惡意發布的嗎？孟南雨想到了這一點，洛澤和千一也都想到了這一點，3個人都不是能把心事藏得很好的人。我拿出一顆5厘米的圓潤珠子，拿在手裡把玩。你们在好奇我真正的体能和异能？我剛刚将這個問題拋出來，3個單兵都齊齊看向了我，確實很好奇。孟南雨直接承認了，你這麼強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離譜的傳言。另外2個人都贊同的點頭，我真的只有雙 C， 體質也確實沒有異能。我望向他們，學校論壇裡說的一點沒錯。3位單兵愣在那裡，一向好使的腦子在這個時候卡住了。怎麼可能呢？是不是機器壞了？如果我沒有異能，那剛剛那些是什麼幻覺嗎？李剛早就料到這些人會驚訝，他笑呵呵地替我給他們科普。聽完後，3個單兵覺得既離譜又只能相信這是事實。這種感覺就像當初的李剛在我很強和我只是個普通人之間反覆徘徊一樣，充滿了錯亂感。洛澤還是有些疑惑，你的作戰能力很強，為什麼不選擇單兵系？這樣的能力在機甲製造系學習如何輔助單兵，真的很屈才。明明我自己就是以1敵100的單兵，我更喜歡輔助。如果我真的做了單兵，應該沒有人會是我的對手。可做單兵太累了，還是輔助更加輕鬆一點。我把珠子收起來，沒有過多解釋什麼。很快，這3個單兵也說不出來什麼了。極其耗費體力和精神力的打鬥，加上我的安撫作用，讓他們都疲憊地靠在山洞壁壘上睡着了，留下李剛和我還清醒地坐在那裡。李剛點開比賽手環，發現我們小隊的成績遙遙領先，佔據在榜首。擊殺一隻青蟲可以獲得100積分，如果擊殺的是一群青蟲，還可以額外獲得500積分。小隊的總積分直接飆升到了4000積分，就算在這個山洞裡睡到比賽結束，也不會被分到最末尾的 F 班了。李剛開心地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壓住心中的激動，小聲說道：無論如何，咱們都不會成吊車尾了。我也跟着笑，那就好。我側眸看了一眼睡着的3個人，他們精神海中的橙色光環正在趁着他們沉睡而開始往外擴大。按照這個趨勢，等他們醒來後，異能應該能上一個等級。我們接下來做什麼？李剛一點也不困，反而越來越清醒。做武器。我盘腿坐在原地，手邊撿來的樹枝一根都沒被我堆到火堆裡去。李剛看着我拿回來的樹枝，光是看這些樹枝的樣子，就已經能猜到我想要做什麼武器了。只是用這些樹枝做武器，會不會一用就斷啊？不會。我看向他，我教你其他辦法。我遞給李剛一根針，又遞給他一塊畫着奇怪紋路的羊皮卷。你先把樹枝做出你想要做成的武器，然後把這個紋路刻在樹枝上，就會擁有不俗的殺傷力。在漫長的時間裡，越來越多的人忘記了武器上紋路的作用，甚至於捨棄了這些紋路，卻不知道這些紋路有一個通用的名字，叫做神紋。畫上神紋的武器會被神明知曉，能夠被神明給予神力的加持。只是我沉睡的時間太久，即使他們做了出來，我也無法給他們回應，才導致這些文明消失不見。神明與人類的聯繫也隨着這些東西的消失而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成為那種虛無縹緲的神話。好，李剛拿起一根樹枝，專心致志地用自己的異能來制作。小隊裡3個人都是單兵，李剛乾脆做了3把短劍。剛剛看他們用匕首的時候，因為匕首長度的限制有好幾次失手，那用短劍就剛剛好。3把短劍擺放到我面前後，我又拿出折扇，分別在3把木質短劍上敲了一下，原本簡單到樸素的神紋立刻流露出白色的光暈，像是有什麼霧氣纏繞在這些縫隙中。哇，這又是什麼能力？李剛覺得跟在我的身邊，每天都能被我神奇的能力給驚嘆到。我想了想，用一個最相近的解釋，給這些武器加上我的異能。也有輔助的異能者，可以把異能加成到攻擊力異能者身上，殺傷力有時候都會有幾倍的提升。李剛自然也是理解成了這一種。他們3個單兵一直睡到傍晚才清醒過來，醒來的時候察覺到山洞外並用李剛制作武器的身影，千一立刻清醒過來，將身邊2個隊友也給搖醒了。3個單兵腦補了無數個可怕的想法和念頭，最後出了山洞，就看見我們2個人在烤肉吃。你們醒了？李剛衝他们招招手，剛剛烤好的野雞野兔，快過來吃。睡了一覺，確實感覺到很餓的3個人，安安靜靜地坐了過來。我掃了一眼他們的精神海，那橙色的光環現在已經安穩穩定了下來。我把烤好的野雞分給他們，然後突然反問：你們有沒有覺得你們變強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問句將在場的其他4人都問懵了。我沒有提醒前他們還不覺得有什麼，當我提起這個事情，3位單兵都下意識地去感受體內的異能，而想要驗證是不是真的變強了，最直觀的辦法就是用技能凝出球來。
孟南雨大大咧咧地直接凝聚風球，原本他能凝出來的風球只有6厘米的大小，現在目測有9到10厘米，確實變強了不少啊。孟南雨得意洋洋地轉了一下手中的風球，為這場因禍得福而開心。察覺到孟南雨的動作，其他2個人也都分別凝出來火球和冰球。比起孟南雨的風球，火球和冰球的體型更加直觀。千一和洛澤一個是大3學生，一個是大4學生，本來就比孟南雨的能力強，如今凝出來的球也更大了。火球像是尋常的籃球大小，冰球要比籃球再大一圈。你怎麼猜到的？孟南雨收起風球，好奇地望向我，他怎麼覺得眼前這位邀請者身上藏着很多的秘密呢？看到的。我眨眨眼睛，所有人的異能強度我都能看到，就像是一個人形檢測儀。洛澤驚訝地看着我，學妹真的是越來越讓人感到驚訝了。如果你是敵人，一定是最讓人頭疼的存在。千一勾起唇角，還好和你是隊友。一直關注着我們這邊情況的林碩，在看到屏幕裡的畫面，緩緩坐在凳子上，回想起之前對付青蟲的時候我的舉動，他那是在刻意壓榨消耗他們的異能，以達到突破的要求。林碩扭頭看向劉峰，神色複雜，他在無形中訓練這3個單兵。劉峰偏頭看他，你沒發現李剛制造武器的速度越來越快了嗎？之前他們睡着的時候，他和李剛可不是簡簡單單的只做了3把武器，他們2個是把每種武器都做了3把。李剛從一開始的一次性只做1把武器，到後面可以同時做出來3把，而且這中間他幾乎沒有停下來過。劉峰教過李剛，他清楚李剛的最大承受限度在哪裡，而現在李剛很明顯超出了不少。林碩剛剛把所有的關注點都放在了單兵身上，倒是忽略了李剛。現在經過劉峰一解釋，林碩才反應過來，腦海裡不自覺地浮現出另一個身影。我現在都覺得他比我們更適合做指揮官。劉峰拿起泡着枸杞的保溫杯，抿了口水。劉峰沒說的是，他敢在我身上看到了不符合我這個年紀的沉穩和老練，對任何事情我都做得游刃有餘，就像是曾經做過無數回一樣。也許等這次分班賽結束，我們可以辦一個特殊培訓班。林碩點了點手中學生的紙質信息表，讓他做那個特殊培訓班的培訓老師。劉峰只是聽听，都覺得林碩的這個想法太過於瘋狂，讓一個剛剛來聯邦大學報到的邀請者去做培訓老師，這不符合規定。劉峰無情地戳破他的幻想，他都沒有教師資格證，而且這要是被隔壁星際軍校的老師知道了，估計我們聯邦軍校要被釘在恥辱柱上，被嘲笑大半年。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林碩想到當初王親自訓練的那支隊伍的戰鬥力，眼中掀起一片凝光。萬一真的可以呢？林碩的瘋狂想法，我現在並不知道。分班賽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3個單兵對於一覺醒來看到一地被異能加成的武器，紛紛陷入又一次的震驚當中。這絕對是他們參加的所有比賽中武器最富有多樣性的，簡直就是想要什麼有什麼，甚至不用擔心武器損壞，畢竟有這麼多可以隨時替換。千一眨眨眼，有一種找到了巨大寶藏的真實感。孟南雨直接眼睛都要放光了，拿起一把短劍上手耍了2下，手感出奇的好。洛澤拿起把木頭做的大刀，卻覺得它的重量和用金屬做的大刀重量一模一樣。洛澤撫摸着手中的大刀，將它放到地上。學妹，如果你參加今年的軍校大比，絕對會給星際軍校的參賽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接連參加過3屆比賽的洛澤，突然對軍校大比又一次的產生了極高的興趣。而一向沉默寡言的千一，扯出一個笑容，帶着期待的眼神，贊同地點點頭。如果你參加，對聯邦軍校的人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情。千一覺得憑借我的本事，真的可以憑一己之力扭轉整個賽場的乾坤。往年聯邦軍校和星際軍校都是打得有來有回，今年如果我參加，勝算一定會偏向他們聯邦軍校。我對軍校大比的了解還停留在新網的新聞上，也沒有接話，只說先試試武器吧。李剛在用藤條做完最後一條鞭子後，累得靠在我的肩膀上，雖然很累，可他那雙如水洗過的眼睛卻格外的亮。我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來一顆像是果凍的點心，塞到李剛手裡吃了，補充一下體力。對於我，總是會拿出一些他不認識的東西。李剛早就習以為常，直接剝開外面的一層油脂，一口吃了下去。冰涼涼的果凍點心，像是什麼研究院研發出來的能量快速補充劑一樣，讓他覺得沒那麼疲憊了。現在天色不早了，對於是在山洞裡睡一覺，還是出去殺蟲子這件事，需要商討一下。這個問題在看到手環上那排在第一位的小隊是他們自己，且第2小隊還差他們將近1000分的時候，就愉快地決定先休息。山洞其實很大，只不過他們沒往裡面走，不能再往裡面走了。我阻止他們想要繼續探索下去的想法。如果往裡面走，我們可能一晚上都沒辦法睡覺。裡面有什麼？孟南雨的好奇心和他的實力成正比，他是真的很好奇，是不知道答案可能晚上會失眠的那種好奇。山洞裡面是一個放滿了蟲卵的地方，我用精神力仔細地探索了一圈，數不清有多少個。孟南雨身體一僵，好奇瞬間跑没影。現在知道裡面是什麼，他失眠的可能性不減反增。李剛當即就抱住了我，想到教科書上那些活靈活現、帶着惡心的蟲卵圖片，渾身都覺得難受。這真的是一件不亞於恐怖故事的恐怖消息。洛澤想了想，扭頭看向我，我們在這裡休息1個晚上，應該不會出問題吧？這裡距離他們斬殺的那個蟲巢很近，這些蟲卵很有可能就是那些青蟲留下來的。
只要這些蟲子還沒有孵化，我們不去招惹它們，這個山洞就是安全的。我點頭，有我放出的精神力在，就算是特別有意志的新生幼蟲，想出來也會因為我的氣息而被鎮壓到不敢動彈。在比賽場上的夜晚，有人在酣睡，有人在努力殺青蟲賺積分，每一個小隊都在關注手環上的積分排名，每一個小隊也都在好奇那個隨機組成的小隊在沒有治癒系的情況下是怎麼在半天內拿到那麼多積分的。是的，半天，因為他們就沒有看見第一名的小隊在下午有哪怕1分的增長，很明顯他們去休息了。果然3大單兵的實力很恐怖如斯，排在第一名的小隊積分就像是一座大山，就算很多人都沒有在夜晚停下來休息，而是争分夺秒的去獵殺虫子，想要取代第一名的位置，時間都是一樣的。有人覺得黑夜漫長，有人觉得黑夜眨眼睛就過去了。我是第一個醒來的，在其他人還在睡着的時候，我從山洞裡出去，打算再尋覓點吃的，做今天早上的早飯。雖然學校發的資源包裡面也有準備吃的，但那是3只能勉強飽腹的營養劑，如果有條件，我是不打算靠那3支營養劑的。從山洞出口往南走，挖到了幾隻野生鼠，在回來的路上碰到了野雞，滿載而歸。李剛是聞到香味醒的，他困頓地從山洞裡出來，看到我坐在那裡煮飯，聞着飯香，李剛清醒了不少。他走過去坐在我的旁邊，對於我醒得很早，李剛早就習以為常。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李剛分到了一個大雞腿，吃得很歡快。沒有多久，其他3個人也從山洞裡面出來。接下來我們去哪裡？千一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經過昨天一天，千一已經完全信賴我的判斷，其他幾個人也像是新生的小崽子一樣，扭頭看着我，等着我做決定。先把山洞裡面的所有蟲卵全部燒了，山洞裡面的蟲卵如果不全部消滅掉，等它們成長起來，這一片森林估計就要保不住了。新生虫子遇到生命危險會呼救，附近的虫子会過來。洛澤說出心裡的擔憂，蟲子不僅僅是群居動物，還十分護幼蟲，不管有多遠，只要能聽到幼蟲的呼救，那些成年蟲子都會趕過來。就算是青蟲和黑蟲的幼蟲巢穴，也需要6到8個在職軍人執行這項任務，更不要說我們只有5個人，還都是學生，能力根本夠不到軍人的標準。相比較洛澤的謹慎，孟南雨完全是帶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孟南雨覺得這個計劃很可行，並且躍躍欲試，眼中帶着興奮。我覺得主意不錯，正好可以試試我現在的異能，學妹能一次性抵抗多少蟲子。洛澤知道我的戰鬥力很強，但也需要知道我的最大限度，這樣才能更好的合作對戰。我認真思索洛澤拋給我的問題，卻沒有得到答案。我微微搖頭，我也不知道。不過連續殺1-2個小時應該不會很累。雖然封印的神格不能跟當年比，但是斬殺低等蟲族對我來說並不難。李剛早就料到我會語出驚人，但還是被驚訝到了。別人殺蟲子那是用蟲子來做計量單位，而我殺蟲子直接用時間做計量單位。就昨天我殺蟲子的那個速度，李剛懷疑整個星球的蟲子都不夠我一個人殺，那就不用擔心了。洛澤拎起昨天挑選好的大刀，戴上護腕，俨然是一副備戰狀態。在場5個人沒有1個人反對這個建議，甚至於說都很激動。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明確，我開口安排，我進去燒蟲卵，你們在外面殺趕過來的成蟲。千一的異能是攻擊類元素科的火焰，燒蟲卵真的是專業對口了，我去幫你。李剛舉手走到千一的身邊，李剛是防禦類輔助科的異能者，擅長盾牌防禦，單獨保護一個人的時候，他完全可以護得這個人幾乎不受傷。好，千一和李剛往山洞裡面走，我則是帶着孟南雨和洛澤站在山洞的門口。同孟南雨的陽光開朗、沒心沒肺不同，洛澤則會考慮很多，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褐色的眼眸微閃。這位邀請者還真的是實力高到離譜。他們沒有等多久，就聽到山洞裡面傳來一些高頻率的尖叫聲，這種聲音聽得人頭疼，堪稱為魔音。我看到身邊2個人都不約而同地皺起眉頭，捂着耳朵。我從袖子裡拿出一支白玉笛，站在洞口的位置，催動精神力吹響白玉笛。笛聲婉轉悠揚，如同山間的風聲，又像小溪的流水聲。這種笛聲他們從沒有在哪個地方聽過，卻莫名覺着親切。笛聲中夾雜着我的精神力，安撫着山洞門口和山洞裡面站着的人。原本被蟲子吵得愈發煩躁的千一和李剛也都被笛声安撫，專心致志地繼續摧毀虫卵。監控室裡，劉峰打開屏幕，看到他們在做什麼的時候，差點一口茶噴出來。他們這是什麼屏蔽設備都沒有帶，就敢處理蟲卵嗎？誰給他們膽子？可是在看到我吹響笛子後，看到他們恢復平穩的精神力，劉峰又突然不擔心了。這一隊好像有我在，總能夠化險為夷。笛聲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曲接着一曲，精神力融合在笛聲中，安撫着在場人的情緒。我眼角的紅色封印淺淺地浮現出來，一絲神力在不經意間溢出，飄散了出去。遠在主星神宮中沉睡的王緩緩睜開了眼睛，坐起身來，他手心縈繞着一抹微弱的神力，目光看向遠方，眸中浮現出淡淡笑意。他等了數萬年的神明蘇醒了，他收攏住這抹神力，想要探尋我所在的位置，卻怎麼也尋不到掛在他唇邊的淡淡笑意，消失不見。他垂眸看着手心，有關於我的氣息找尋不到的原因，可能只有一種，我封印了神格，
他拿出一塊紅色的石頭，小心翼翼地把這縷氣息收攏到紅色石頭中，等着和我相逢。我在察覺到封印出現的時候，就開始刻意收斂神力，笛聲中那不經意出現的神秘威壓也因此消失不見。在山洞中的蟲卵被毀了大半的時候，山洞門口開始出現成年蟲子。你接着吹笛子，我們去殺。孟南雨說完，拿着一把短劍乘着風，就像是炮彈一樣彈射過去。洛澤則是溫和地囑咐道：“萬事小心。”隨後他不緊不慢地走過去，一刀刺入青蟲的心臟，周身瞬間充滿了殺意。看洛澤和孟南雨打得游刃有余，我也沒有想着輔助的事情，而是专心地屏蔽掉虫卵的刺耳尖叫聲。可隨着趕過來的蟲子越來越多，山洞前已經密密麻麻地被黑蟲和青蟲佔據，活的死的堆積在一起，看得人觸目驚心。我眼神一冷，溫和的曲調陡然一變，多了一些厚重的力量。孟南雨和洛澤都被一層防護罩護住，避免了被粘液傷到的情況。山洞裡蟲卵還沒有燒完，山洞外是數不清的成年虫子，這邊殺虫子，那邊烧虫卵，進行得如火如荼。其他小队的人剛刚斩殺完幾隻虫子，下意識地低頭看一眼手環。當看到第1名的積分不斷往上飆升時，他們幾乎要懷疑人生，差點吐出一口悶血。怎麼會有人殺蟲子比割韭菜還要快啊？幾乎沒幾分鐘，他們的積分就變動一次，這真的是人能夠打出來的成績嗎？還在第2名的悠悠小隊，在看到第1小隊不停變動的積分時，激動和興奮化為烏有。第3名趕不上他們第1名，他們也趕不上，算了，放飛自我吧。悠悠小隊選擇原地休息，放棄找蟲子。山洞裡，千一總算用火焰将所有的虫卵燃燒殆盡，墙壁上已經被火烤得漆黑一片，散發出一種奇怪的焦糊味。李剛這個時候才收回套在千一身上的盾牌，擦了擦額頭的汗，察覺到沒有幼虫的刺耳尖叫聲後，我就停止了吹笛子。笛子被我塞到袖子中，那把看着平平无奇的折扇被拿了出来。山洞外的虫子在没有听到幼虫的尖锐聲音後，猜到了結局，攻擊的比之前更加狠厉。黑蟲從口氣中吐出锋利的絲，想要纏繞住我們3個人。孟南雨和洛澤因為有保護罩的作用，這些絲並沒有纏住他們。察覺到這一點，黑蟲就將剩餘的蟲絲全部射向沒有保護罩的我。锋利如刀片的虫絲被我盡數纏繞在扇子上，手腕一轉，蟲絲在扇子上又被動地纏繞了好幾圈。在黑蟲想要利用蟲絲把我拖過去吞吃入腹時，蟲絲被我用手指輕巧地斬斷了。折扇上的蟲絲飄落到我的腳邊，我看向一旁被虫子纏上的2個人，說道：“剩下的就交給我吧，往後退。”孟南雨和洛澤也都不戀戰，我一刀就跑。我將折扇打開，眼中閃過一抹金光，原本還憤怒的虎視眈眈盯着我們的蟲族，無一不是被收割了性命。一個個龐大的蟲體轟然倒地，發出一聲又一聲沉悶的響聲。李剛低頭看手環上我們的排名和積分後，開心地蹦了一下，積分已經跳到12000了，一上午直接掙了8000積分，這速度簡直比坐航舰還快。孟南雨聽到李剛說起目前的積分，累得直接盤腿坐在了地上，笑着說道：“看來分班賽也沒那些人說的那麼難嘛。”孟南雨的話讓在場的學長學姐們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往年的狼狽。李剛否認孟南雨的想法，只是因為咱們隊友舒言才顯得很輕鬆。小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我，我的目光卻落在那些死掉的蟲子身上。我眼眸微眯，出聲說道：“李剛，給我一把匕首。”李剛立刻把背包裡的匕首遞給我，我握緊匕首，走到一只黑虫屍體前，利落果斷地砍掉了這只黑蟲頭上的2個觸角。觸角離開本體後變成了最原始的白色。我拿起這根觸角，左右看了看。李剛疑惑地問道：“舒言，這觸角有什麼問題？觸角被砍掉會變成白色，是所有軍校生都知道的事情，他們不清楚這有什麼不對嗎？”我搖搖頭說：“沒有，就是好奇。”監控室裡，林碩拿着一份文件走過來，坐在凳子上，把文件計劃書交給劉峰，申請通過了。劉峰還沒有翻開文件的手一頓，心中升起的荒誕想法，在看到計劃書的名字時得到了印證。劉峰雖是心裡早有準備，但還是忍不住驚訝。不得不說，林碩的行動力真的是太強了，就是劉峰也不得不佩服。昨天才說要建立一個特殊培訓班，今天這個特殊培訓班就審批了下來。劉峰忍不住問林碩：“那老師呢？你真的要讓舒言做這個訓練官？”林碩點頭：“是。”他還補充道：“往後想要去特殊培訓班的人，需要簽署一份自願協議。”在林碩解釋的時候，劉峰已經看到了文件上寫的內容。參加特殊培訓班的學員需要自己打申請，並簽署自願協議。培訓班學員最低不少於2人，最高不超過11人。在參加軍校大比的時候，一隊正好11個人。而且參與特殊培訓的學員不得以任何形式質疑訓練官，也不得在培訓結束後詆毀訓練官。後面又列了好幾條，都是在保護我不受到傷害。劉峰合上這份文件問道：“這件事情你還要和舒言商量，你怎麼就確定他會願意？”林碩扭頭看向劉峰，回道：“我不確定，但我一定要準備好所有。”再詢問他：“
林碩總覺得我和王有一定的關聯，那麼我的性格應該也和王有些相像。林碩不會在事情還沒有任何定論前就和我商量，就像當初林碩會把所有需要的東西準備好才會去詢問王的意見一樣，不答應就當準備了一切白費，答應那他就會第一時間啟動計劃，讓一切都順利進行。劉峰沉默了，他總覺得林碩在我身上托付的希望比聯邦軍隊高層多得多，起碼那些人目前只知道今年的邀請者很厲害，有希望成為一個優秀的戰士。林碩似乎什麼都知道，致力於想要培養一個指揮者。在今天晚上10點鐘，分班比賽結束，分散在星球各處的學生都被航舰接了回来。聯邦大學一共6000名學生，擠擠挨挨地坐在航艦中，有人在垂頭喪氣，有人在興高采烈。前者沒有特別的代表學生，後者就是目前孟南雨的真實寫照。還有人在好奇，他們這個臨時組成的小隊是怎麼像開掛一樣拿到這麼高的積分，就是去年的分班賽最高分也只有8000多分。凡是過來詢問這個的都沒有得到答案，不是他們不想說，而是2位教官給他們發消息，讓他們不要多說，可能和我有關。其他幾個人都只是含糊地說了大概的事情，絲毫沒提起我。在會議室裡，我已經看完了林碩遞過來的這一份文件。我的體質普通，精神力普通，也沒有被機器檢測到任何異能。我合上文件，看向林碩，把所有情況都攤開，告訴他我沒有接受過系統訓練，也沒有教師資格證。你為什麼會選擇讓我來做訓練官？